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去年12月份，美国众议会议员和美国的一些金融人士开了一场名为“加密货币资产和金融未来”的听证会。听证会上更是有议员直接问出如何保证 Web 3.0 革命必须发生在美国。Web 3.0 的未来有着巨大的产业发展前景，正在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技术创新可以说是中美两国在下一个10年内必争之地。中美两方有任何一方在未来的技术革命的竞争中落败，都会对各自的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精英以及高层们已经发现了事态的紧迫性，所以才会发出这样的呐喊。那么过去100多年里，到底是什么承载着科技应用的落地呢？这个执行者是谁？答案既不是我们熟知的互联网、芯片、计算机这些，而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创新——现代公司。正是有了公司，才能将一群懂技术的人结合在一起，发明创造。公司是孵化这一切的平台。现在美国这边正在发生的 Web 3.0 革命，我认为是一场社会组织的革命。美国正在做的，或者说是想要做的，就是革了现代公司的命，在现在的公司的组织架构上更进一层。这所有的创新的背后是区块链加加密货币加 Web 3.0， 这三者结合组成出来的新的发明就叫做道，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自治公司。形式上这是对现代公司的彻底颠覆，但它仍然保留着现代公司的灵魂，却抛弃了现代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治理结构。道在提高工作效率、协作变革和价值机遇3个方面彻底弥补了现代公司的短板。道将彻底激发人类个体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分布式算法它的特点公开透明、自助协调，又能将每一个人牢牢地耦合在一起。前面我们说到，道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自治公司，那它应该是啥样子呢？和我们现在每天朝9晚5上下班打卡是不是一样的呢？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道更像是一个全自动的机器人。当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程序后，它便完全按照程序设定的那样去运作，而且道可以在运作的过程中不断的自我维护和升级，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适应周边的环境。说了这么多很抽象的概念，大家对道也许还是没有那么深的认识。其实道的形态非常的广泛，它可能是一种数字货币，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比特币、以太坊，或者是 ADA， 也有可能是一个系统或者机构，甚至可能是一个无人驾驶汽车。道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一种更加便捷的货币传输、承载应用的平台，如以太坊，或者是域名管理系统，又或者是任意其他形式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更像特定机构的股票，而不仅仅是个单一的货币。每一个道都有自己的条款，条款是以代码的形式或者以 smart contract 的形式约束着使用者。拥有道的一部分股权，意味着你将拥有永远查看支配你数字货币形式的道公司股份。当你持有道股份越来越有价值，并且道能给人提供越来越多的价值的时候，你的道股份可能就会增值。你持有道就相当于分享了它成长带来的增值。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和我们持有优质公司的股票和优质公司一起成长的道理是一样的。相信大家看完刚才这个放的动画，也对道有一定的了解。那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道的这个优劣势是什么。道显然是一场这个对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我觉得是不是真正的去中心化，在这里我们先不过多讨论。那更重要的是效率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价值的这种公平分配。那科技的进步历来都是在方方面面对社会进行这种重塑和改造。所以道的优势呢，虽然有很多，那同样我们也无法忽略它的劣势，但是它的到来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可能也要逐渐接受这种新的模式，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并适应它。OK，所以它的优势呢，首先道的优势有大概2个吧，就是第一个是相较于现在的格局更去中心化的这么一个组织，然后第二个优势是它的透明度。那首先第一种是这个去中心化这个问题呢，就是虽然我们没办法做到说绝对的这种去中心化并且非常不现实，但是道的机制的确是从组织结构上解放了更多的权利出来。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公司，基层员工以及消费者对一家公司的影响是非常小的，然后基层员工的这种薪水也是由上层来决定的。那消费者则是对他们接收到的服务，大部分的情况只能去服从。那一家公司决定怎么样对待他的员工以及消费者，是完全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高度集中的情况。但道是可以让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利分配给每一个这种参与者，然后是用靠这个社区来驱动。那这里的员工和用户的这种界限呢，就变得很模糊。那这个组织的走向和发展可以受到这个参与者的发声与权利的这种制约。那第二点，它的透明呢，就是说，它的透明是指它决策上的透明以及财务上的透明。我在这里引用这个 Masari 的创始人 Ryan Silkus 在他的这个 Crypto Thesis 中对道的一个形容，就是说道是 a governance structure that manages community treasury，也就是一个管理社区财政的这么一个治理结构。那道的结构以及投票机制可以让拥有 governance token，也就是对这个社区有很多贡献的参与者一起来管理整个道的财政。那道的财务和资产信息呢也是透明的，所以在这个做决策的这个过程中，去决定这个组织的走向也是同样是透明的。所以我认为道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生产，并且有更强的这种使命感，然后也同样的可以惩罚这种反社会的这种行为。那在这里我再引用一下 Masari 报告里提到的，就是说道是什么？第一点是它是开源和基于区块链的，然后第二点是成员资格是开放的，然后第三点是一个独立的团体，第四点是使用这种代币来去管理协议，然后第五点呢是分配内部的资本，那它的目标是第六点，就是自动化市场或功能，然后第七点是防止勾结，以及第八点是激励自下而上的这么一种社区的参与。OK，那说完了这个道的优势呢，我们来说一下它的更大的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劣势。那道的劣势呢，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就虽然权力是被去中心化，道提供了非常民主的这种公司结构，但同样呢，也带来了低下的这种决策效率。尤其是在发展变化如此飞快的这个 Web 3.0的世界中呢，一些重要的决策如果不能快速和高效的这种被解决，道的这个组织将会面临各种威胁与问题。那这里拿一个叫 backshedding effect，也叫帕金森这个琐碎定律的这么一个举例说明，就是说我这里引用一个知乎上的解释，就是说常见的这种虚构例子是委员会，比如说一个委员会要批准这个一个核电站的计划，那他们大部分时间呢，可能都会在讨论这个如何建这个核电站自行车棚的这么一个结构，而不是电厂本身，等更为这种重要的设计。那如果没有大量的专业知识或者准备呢，它是非常难，就是说给这种非常大的复杂的主题讨论提供宝贵的意见。但是呢，人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意见，所以他们倾向于说将大量的时间集中在很容易推敲但不一定被看中的小细节上。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到的决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非常就是缓慢的这种决策过程，来阻挠这个社区的发展。因为在整个社区中，每个参与者的这个就专业水平或对一个决策的了解和深浅是不一样的，然后都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如果每个人拥有同样的这种投票权的话，那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很久都不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快速的一个解决。所以，因此道的这个对道的机制的设计呢，对领导者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那到了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安全问题。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2016年以太坊成立的 The DAO 这个被黑客攻击偷盗的事件，然后它的开源代码所以就是说开源代码以及匿名的参与对这个道的安全性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还有这种51%attack 这种事件，那如果大部分拥有投票权的参与者集体来攻击一个道，其实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目前一切都在改进和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安全问题也是非常多开发者致力在解决的这种情况。那或者说这个安全问题其实从未消失过，然后并且在未来也不一定会消失。目前像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同样也每天要面临黑客攻击的威胁，然后来维护他们系统和服务器的安全。像这种做金融科技或 FinTech 的公司亦是如此。那如果中心服务器被 hack 或篡改的话，bug 被这些黑客利用，那也同样会造成这个巨额资产的这种损失。
总之，道的这个诞生呢，与发展并不是偶然，它的诞生呢，是因为现有的机制有暴露出来种种问题。那人类的社会的进步是一直在循环的，所以新的发明与发现呢，是代替这种和颠覆原有的体系。但当这个新的体系也同样就是说到有一天，假设发展到现在这种科技公司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它又会遇到更多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去进入下一个 cycle 去解决。但总而言之，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两个时代过渡的一个交叉点上，那让我们就是拭目以待。所以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道的出现，然后而且到 high level 上的一些架构的体现吧。就是说，Bitcoin 呢其实本身就是道。那比特币的诞生不光是优化解决了这个全球转账，然后金融行业的很多问题，同时还创造出来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那这个 machine consensus 和 social consensus 两种这个共识机制呢，共同创立了以比特币区块链为基建的这么一个巨大的银行。那通过软件算法这个程序写好的底层的运作方式和通过让机器实现共识来处理交易，那矿工可以通过提供计算资源来竞争谁来做记账，然后并获得奖励。那软件开发者可以参与到比特币社区里进行对这个比特币软件的协议和 Codebase 的一些改进和升级。但是在这个组织里呢，并没有 CEO、经理和一层一层的管理。那整个组织的决策通过矿工和开发者根据贡献分配的这个投票权来决定。在这种最关键的是里头是信息，然后决策的透明，去实现一个这种真正的去中心化的组织。那稍微加一点想象力，我觉得它为目前世界面临的问题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创新方案。那道其实也改变了很多关系，例如组织中的这种奖罚机制、用户和这个贡献者的关系以及所有权。那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权这个 ownership。那我们目前社会中的商业公司的经营模式呢，是成立一家公司，然后按照股权来决定公司的董事以及这个领导者。那所用的这个货币都是均为这个政府或国家流通的这些货币来去衡量这家公司提供的价值。那公司业务发展后，不断的这个吸引人才呢，作为员工来打工，然后股权的分配极度受这个参与先后顺序影响，还有这个公司的估值影响。那这其中呢，还有 VCPE 的投资机构的资金来加持买断股份，然后来去估算这家公司的价值。在一级市场中呢，流通的就是这家公司未上市的股份。那当到这个公司上市，然后进入二级市场，那它的股份便开始流通，然后在二级市场内开启这个交易。但自始至终呢，这个过程所有的这个所有权，这家公司的所有权是高度集中的。为公司做出可能接近同等有这个贡献的大部分员工呢，基本上无法得到相应的这个决策权。那只有董事会这个中的成员投票呢，其实才可以决定这家公司的走向。那这是一个被分成千层的这个金字塔结构，就像我们左边这张图上写到的，这个画到的。那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呢，每层之间都有断层，所以导致这个信息差异巨大。所以理论上这样的结构会导致非常多的声音被屏蔽，然后大部分的命运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所以作为公司员工，你只能依赖就是和祈祷上层的这种正直度，或者说他们的这种 integrity。那这种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道呢，在这所有权这块儿，它是做了革命性的这种改变。那我的理解就是将一个组织的这种董事会其实是去中心化，并扩大到整个组织的所有成员中。然后代币不仅仅是作为奖励，同时还可以用作这种具有投票权的这种股份，然后给了所有成员按这种贡献分配的一个所有权。那这种模式呢，就其实彻底改变了这个激励和奖励的方式。那它也必定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就是这是我们为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道的基本的讲解和一个分析。那下面最后我们走之前再带来一下这周的一些新闻。你说本周这个新闻呢，实际上是关于 Terra 2.0，然后 Terra 2.0重新 launch 这个新的 Luna 币呢，然后目前价格是到了6.99美元。然后这个币安交易所呢，也其实是正式的将这个 Terra 2.0的 Luna 上架交易然后并同样给这个以前 Terra Classic 的这个 Luna 和 UST 的持有者进行了空投。上周我也是收到了币安的一个通告，币安同时也开启了 Luna 2.0的一个空投，它是按照公祭前和公祭后分别来分配新的 Luna 代币。
在攻击前一个 Luna 大概是能得到1.03个新的 Luna 2.0，然后攻击后一个 Luna 是能得到0.000515个 Luna 2.0那个代币。就是我在第一时间也是去 check 了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币安账户，我并没有根据就是比例得到我相应的一个 Luna。就是如果大家之前有买过 Luna 的话呢，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钱包有没有被空投到相应比例的 Luna。最后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赞订阅我们的视频。然后最后，如果大家有对DAO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讨论，留下你自己的看法。谢谢大家。